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D 老师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ndroid 应用程式开发的学习路线图。那不论你是初学者还是准备开始的同学呢，都可以透过这份 Android Roadmap 学习路线图呢，来掌握如何学习开发 Android 的应用程式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选择一种程式语言。早期主流是使用 Java， 但随着 Kotlin 的兴起呢，目前业界主流广泛呢采用的是 Kotlin。因此，如果你还在犹豫不决呢，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语言开始呢 ，K 老师这边建议你可以从零开始学 Kotlin 的程式语言。你可以使用 IntelliJ IDEA 整合开发环境呢来学习这一套程式语言。接着呢，需要了解所选的语言的基础知识例如变数啦、常数啦、逻辑判断、回圈等等并进一步的学习物件导向的概念例如类别啦、物件啊、封装啦、继承等等那一旦呢掌握了这些程式设计的基础和物件导向的概念呢，我们就可以改用 Android Studio 整合开发环境呢，来建立一个 Hello World 的基础专案，并试着呢将专案部署到模拟器或真实的手机上面去做运行。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显示呢，但这仍然会让人家感动那如果还有余力呢，可以去深入的了解 Gradle 如何构建一个专案，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环境呢来建置应用程式例如开发环境啊、出错环境啊、正式环境版本应用程式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Activity 以及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，进一步的了解常用的元件，例如说 Text View 文字元件Editor Text 输入框元件Button 按钮元件Image View 图片元件，还有 Recycle View 列表元件等等。然后呢，了解如何布局 UI 包括传统的 XML 布局方式，例如 Linear Layout 线性布局和 Constraint Layout 约束布局，以及新一代的 JPEG Compose 的布局技巧。一旦呢掌握了以上基础呢，就可以开始建构应用程式。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，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储存资料比如说包括Share Preference 啦、Data Store 啦、SQLite DB、RunDB 等技巧。那资料不仅仅是本地的，我们还需要学习呢如何透过网络连线服务呢来存取远端的资料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OKHTTP Retrofit 啦，同时了解非同步资料处理例如 Thread 啦、Worker Manager 啦，或是 Service 之类的。Android 呢常用的第三方服务整合有呢Kubernetes 这主要用在呢应用程式闪退的追踪服务，那 FVM 就是推播讯息服务，还有 Google Map 地图服务，或者是你想要接广告在你的应用程式显示广告来赚取分润等等。那当专案应用程式不仅仅包含一个 Activity 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透过主流的 MVVM 应用程式架构来让功能区分以便未来开发或维护更加方便。接着呢，可以学习设计模式，例如工厂模式啦、建造者模式啦、单例模式、观察者模式等等。然后呢，测试应用程式呢，包括 Espresso UI 测试JUnit 单元测试或是 Appear 自动化测试，以确保程式的逻辑跟操作流程是否正常。那没问题之后呢，就可以学习如何打包签署应用程式，以及如何透过 Jenkins 自动化测试与部署应用程式。透过这份 Android 循序的渐进学习路线图呢，你将逐步的掌握 Android 应用程式开发所需的各项知识技能胜任职场上的职务开发工作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课程内容介绍。最后呢，这个频道专门介绍 Android 手机应用程式相关资讯，让你快速掌握关键开发技巧。不想错过最新的相关资讯呢，不要忘记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也欢迎大家将这部影片呢分享给更多人。我是 HKT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